肥丁的口味真的不太南方人，我超爱饺子、馒头、窝窝头这些面食。去北京旅行简直太开心了，在一家老店吃饺子，搭配乌醋腌的蒜头，没想到咬到蒜瓣时，味道居然这么赞。除了味道，我也爱上了这抹蒂芙尼蓝 Tiffany Blue。所以每到年底，为了过年能吃饺子有个伴，我都把蒜瓣放在醋里封起来。视频有点长，你们可以先点赞、收藏、追踪我哦。这是我从四常买来的大蒜，独子蒜气味不及多瓣蒜浓烈，所以粗子大多用多瓣蒜。购买的时候挑选颗粒饱满、没有发芽的，表面干燥，按压一下没有凹陷，手感偏重，表示新鲜、水分足，剥皮后光滑饱满。大蒜剥皮有难度，我会先掰开大蒜，用清水浸泡3到5分钟，软化外衣。接下来将所有的外衣都剥去，再把蒜一半一半的掰开，浸泡在清水中。等全部的外衣剥完，蒜瓣皮也泡软了，挑皮软的开始剥皮，从根部掐一下就可以轻松去皮了。如果碰到1、2个不好剥的，先留着放在水里继续泡，很快就能把蒜皮全部剥完了。如果你有剥蒜器的搅拌机，也可以把泡软外衣的蒜瓣丢进去，滚动10几秒，皮软的外衣轻轻一推就剥下了。不好剥的那些再倒回清水里，外衣和蒜米就更容易分离了。但小心不要滚动太长时间，否则大蒜的表面会出现伤痕。均匀的铺平在网筛上，把蒜瓣晾干。如果有条件，日晒会更快一些。把表面有伤口、黑斑的蒜米挑出来。蒜瓣晾干到表面没有湿气之后，把根部和头部切掉，形成一整齐的断面，这样米醋就更容易渗透进蒜米里面，从而加快变绿的速度。这些切下来的小片也是可以用来做菜做酱料，一点都不浪费哦。量度蒜米的重量，好计算用盐的比例。加入餐桌盐，用刮刀轻轻翻拌，让每一颗蒜米都均匀沾到盐。翻拌的时候要温柔一些，不然蒜米碰撞出伤痕，很容易坏掉。然后腌制蒜米12小时。盐渍有2个作用，第一是让蒜米出水口感更爽脆，第二加入咸味可以提隐糖的甜味，让味道更丰富。盖好放进冰箱1夜。如果你不喜欢冰箱里充满蒜的味道，用密封的容器可以防止蒜味溢出。第2天我把蒜米从冰箱取出，你看蒜米出了很多水了，苦味和涩味都被破出来了。用盐用水冲洗蒜米，用刮刀轻轻翻一翻，然后就可以捞起放在网架上晾干。出水之后的蒜米有点 QQ 的弹性，口感特别好。醋主要分成2大类，酿造醋和调配醋。酿造醋是用天然食材慢慢酿出来的，过程有点复杂，花的时间也不短，但味道真的香浓。大多数是用谷物来酿造，乌醋、白米醋都可以腌制蒜米。我想更好观察颜色的变化，所以用白米醋。白米醋有一个缺点，是味道比较刺激，太呛喉。做腌制食物，我会先把米醋微微加热到摄氏45度，把手指放进去，不烫手洗澡水的温度，既不损醋酸的香气，又可以让醋变得更绵柔一些。如果用我自己发酵的果醋，就不需要进行加热这一步了。用来腌制的玻璃罐使用前要经过消毒，消毒的方法可以看我另外一个视频。将切好的蒜米放入瓶里，米醋的量刚好没过蒜米就可以了，上面预留一点空间，因为蒜米遇到醋，高渗透压还会再排出一些水分，避免溢出不需要倒得太满，蒜米很快便会浮起来。
在蒜米上面放下不打碎的原浆冰糖，冰糖的重量压着蒜米，不让它们浮起来。盖好贴上制作日期的标签，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了。接下来我用了2个温度来腌制。刚开始我用了一个比较小的恒温加热杯垫，放在水温摄氏40度，加热12小时之后仍没有太大的变化，绿色只出现在窗口的一边，绿化的过程也很慢。接着我换了一个火力更大的电陶炉，把水温提升到摄氏55度，5小时之后，蒜瓣基本上都变绿了。蒜米为什么会变绿呢？这是因为醋中的醋酸跟大蒜中的含硫物质相遇的时候，硫化物酸酶在酸性环境下会发生结构变化，醋酸增加了大蒜细胞膜的通透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首先会产生蓝色的蒜蓝素，但蒜蓝素非常不稳定，它会逐渐转化成蒜黄素。当2种色素共存，蓝色加黄色就会形成充满魅力的蒂芙尼蓝色，碧绿翡翠像宝石一样。如果用暖气和烤箱恒温，都可以达到差不多的效果。考大家蒜米快速变绿的方法有哪几招？1. 切去蒜根。2. 使用酸度较高的醋，如9度米醋。3. 外部加热到摄氏55度。传统的腊八蒜是在农历12月初8那天腌上，北方气候寒冷，经过半个月低温腌制，到了农历年吃饺子的时候，刚好绿了也入味了。这个方法只是让它绿得快一些，但是入味的是时间才做得到没有捷径，而且腊八蒜的绿色并不稳定，变绿之后继续高温会变成黄色，所以一旦蒜米绿了，就需要放入冰箱保存，冷藏的温度大概4度就好了，这样颜色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。我用的这种瓶子也可以保证糖醋蒜的味道不会跑出来。1周之后，蒜米总算腌透了，鲜辣尽除，醋汁辣也不呛鼻。刚刚出锅，还冒着白烟的白胖的饺子一起上桌，使人忍不住要多吃几个饺子。不过我要温馨提示一下，虽然大蒜可以去腥解腻，增强食欲，但同时也含多种刺激性物质，食用过量会对肠胃不好。1年将近，新春即来，愿蒜转碧绿添财气，醋解油腻那吉祥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更多的人哦。我们下次再见。